还有另外一种内三合的心跟意，那个不是很懂。不是很懂就先不要懂，还早，身体都还没合嘞。你身体都还没合嘞，你讲心干嘛啊？所以很多太远的东西啊，你们会看到很多东西理想很高，你去看，因为现在一般外面要吸引人注意嘛，把各种练的东西啊，把经典里面或者东西方新的旧的啊，把那个好像层次很高的高大上的东西都拿出来讲。可是你看了，你想一下，跟我有关吗？没有关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我连自己都还搞不定，我在地上都还没活好嘞，我去想那个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那些东西不管真的假的哦，我们知道有那个可能性，可是那个可能性是一个什么？是开通我们的思维的一种方式。比方你看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，一个很大不一样啊。我们有成仙的那个故事啊，我们有仙侠传那些小说啊，人就可以在空中飞啊。他们吸血鬼还是在地，他们还是要靠那个物理的合理性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靠那个物理的合理性、科学的合理性去解释它，他们才接受嘛。中国人不是，中国人不管你这些的，仙侠我就一掐指我就飞了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不要去管它真假，可是那是什么？那是让我们的那个思维啊，让我们的思维扩大。可是呢，当我们真在练习的时候，在生活还是要回来。我是谁？我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我就从我是谁跟我是什么样的存在开始，做我能做的，跟做我应该做的就好了。听不懂？所以那些东西都不要管它。练拳里面讲很多意啊、气啊、什么心念啊、什么那些东西啊，都不应该讲的，都不应该讲的，因为你身体都没搞好。没有资格去讲那个，看不懂突然让你的注意力散掉突然让你在练习的时候，你不能扎扎实实的在你现在练的东西上面所以不要跟想象力去玩。想象力在看小说的时候用可以，在实际上面做的时候不要用想象力玩。你们写程式能不能用想象力写？你还是要一步一步推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合理性嘛，你不能说我坐在这边我想象它应该怎么样，啪就出来了。不会啊，你还是要一个一个写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想象力可以作为什么？作为发展的可能性，所以都要有，知道吗？你没有那个，你的头脑没有那个，你永远在这边的时候，当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永远在这个范围内，你不可能有新的突破，你不可能有新的突破所以去看一下那种仙侠传那种成仙的那些东西，这中国人凡人修仙传，凡人修仙传之类的，你知道吗？经典用。对，因为这些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。你说中国人怎么会有这种思维方式呢？完全不合理嘛，就不合理啊。可是不合理，它就出来了。它为什么会出来呢？
它为什么会出来？中国人这种东西，它为什么会出来？从古就出来了，从庄子就那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。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因为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什么？是天人合一啊。人就是一个气嘛，人就是一个气的形成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就善为气，聚为形嘛。一个东西它是可以任意组合的嘛。那现在的科学也慢慢发现到这一点了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去组合嘛，怎么去突破我们现在的组合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中国人那个想法是不是说你有可能去突破这个组合？你是不是有可能进入到另外一个这种组合里面的另外一种可能性？这中国人自古就有的想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气的想法，让不懂？所以它不是从物质开始的啊，所以这是很特有的思维方式。所以你去看仙侠那些东西，你去看很多仙侠小说，他们写的好的哦，他怎么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世界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他怎么那个作者他那个团队怎么可能创造出这样的世界？我想都没想到的。为什么他可以创造？创造表示他头脑里有这样的东西嘛？他头脑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现在我们知道啊，思维也是一种元素嘛，一种粒子嘛。当念力够强，共同思维够强，这个虚就变成实了嘛。所以你说它是存在还是没有存在？是不是？就是你是不是敢想啊？是不是想得到啊？那为什么那些人想得到？为什么他头脑里面会有那样的东西？那种人一定是不容于现在社会的，因为他头脑里的东西不是社会里面能够什么能够让他生活的东西，可是因为网络，因为出版，让他们那种头脑的人可以生存了，而且还生存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去追究的话，而看一个小说不仅仅是那样，不仅仅是就看一个小说，而是他创造出来的人物啊，里面的造型啊，里面的世界啊，里面的功法，里面这些东西，为什么他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东西来？它的根据是什么？凡所有的想法必定有源头嘛，它的源头是什么？所以有趣的在这边，而且我跟你们讲哈，有一个你们可以当听过就好，但是你心里可以存着。这不是我讲，这很早很年轻的时候我看不晓得什么书啊讲的。他说，所有宇宙的秘密或者是所有的真理，都是透过童话传说这种奇幻小说而传达出来的，都不是透过正经的书写出来的，因为正经的书写不出来，也不能写出来。所以所有的好的传说，所有好的童话，所有的好的这种仙侠小说，很多这种东西，因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写作的经验，写小说的经验，不是写那个理论性的。你们有没有写小说的经验？我年轻的时候是有写小说，写的不是很好了。但是当你写小说的时候啊，当你沉浸在写小说那个故事啊，它自己发展，而且你会有一个突然的灵感出来一句话，或者突然的灵感出来一种故事的发展的角度，而这个突然进来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？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，就是在等这个，
就是在等这个。一大篇的故事里面，突然他讲出这句话来，突然他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现象来，这种东西就很珍贵，因为真理它不能照它原来的样子照它原来的样子呈现出来的。真正的真理，它一定是透过一个其他的形式啊，它显现出来的，而且它不会跟你讲这个是真理，不会跟你讲这个是真理。为什么在童话里面很多？因为小孩子他是自然就接受，小孩子自然接受，所以他就会接纳得到。所以这些玄虚的东西，玄虚里面有真实，1%可能千分之一，可是那个1/1000就是很珍贵，你在所有的书里面都得不到的东西，晓得吗？所以不是叫你们今天开始就去捧着《仙侠传》看哈，是说要注意到这个。不一定是在小说里面了，常常在一个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嘛。一个不经意的你听到的一句话，不经意的你看到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就是它不合理，它跟前后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性，可是它就突然出现了，要去注意生活里面的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要有科学性、合理性、逻辑性的思维，来处理现世的很多生活上面需要的一些问题。可是不能丢掉那种非合理的、非逻辑的这方面的东西，因为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自然的。合理性的东西是属于什么？属于人为的。这两个要分开，一个是知识，人为的东西，这所有人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知识。大自然的这些东西才是智慧。所以我不是讲《阴符经》，他第一句话就把全部都讲完了嘛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忘了。他说：“观天之象什么？执天之行，是不是？静意。”《阴符经》传说就是黄石公老人传给张良的嘛。历史上据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啊，就是读那个很短，几百字，观天之象，执天之行，是不是？阴符经的皇帝阴符，观天之道，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静意已经完了。观天之道，观天之道是看天是什么？天就是大自然啊，非人为的。这些都属于天，天里面的它的道理，执天之行，这个道理它是怎么样做出来的？它是怎么样去执行的？就是两个嘛，一个它的理是什么？它的运作道理是什么？第二个它是怎么做的？春夏秋冬是什么道理嘛？然后春夏秋冬是怎么变化的？静意，所有的道理没有了。这个东西是真正的智慧，晓得吗？属于自然的这些东西传达出来的，它是智慧。人为的世界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知识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其实这两句话就够了，所有的经典，第一句话就够了。老子的第一句话就够了，后面可以不要看。所有的经典，《金刚经》你读《金刚经》也是，第一句话就够了。
啊，《心经》第一句就够了啊。好了，没有就下礼拜天见啊。好。谢谢老师。